巴基斯坦居然将这武器卖给他，能够卖给利比亚枭龙战机，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代表枭龙战机，它在印巴空战之中获得很好的口碑。这款战机可以制空作战，也可以对地来做攻击。我们都知道，以前大概美国或北约的这些国家才有能力做到武器输出。那现在如果连巴基斯坦从中国那边获得的技术都可以做武器输出，我觉得这对全世界军用品的出口，那我想更是一大转捩点的开始。我们的话题要来看军武了。那么中国的这个武器研发跟军售呢，又再创佳绩了，因为中国成飞与巴基斯坦航空工业这两方联合研发并开发的这个 FJ-17枭龙战机啊，现在成功打开了外销的大门，卖去了哪里？卖去了非洲的利比亚啊，卖给了这个利比亚两大武装势力之一的利比亚国民军哦。那这份合约呢，虽然是巴基斯坦去谈下来的，大概有数十亿美元的一个大合约哦，但是也代表着这个中国的技术支援，还有这款 FJF-17枭龙战机它的性能是受到的认可的。我们想先请一下厉将军，是不是可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款战机中巴一起来搞，它的优势在哪里？还有卖给利比亚开启大门之后，有没有像歼10一样可以获得好口碑，有望卖到更多的地方？这个利比亚哈，自从他们的之前的军事强人格拉费被美国干掉之后哈，利比亚国家陷于一个内战跟纷乱的一个状况。目前来讲，利比亚大概可分为两大势力，一个是在这个西边这边的。但是这个国民军是联合国承认的，承认。另外来讲的话，东边跟南边的这个政府哈是这个联合国并没有承认它，是野路子。但是这个巴基斯坦是将这些武器是卖给东边的这个军阀为主哈。合理来讲的话，你这等于是这个违反联合国的规定，因为联合国对这个东边这个军阀来讲的话，它是采取武器禁运的。那巴基斯坦居然将这武器卖给他，但是也看出来联合国现在也是形同虚设了哈。你讲说武器禁运，那巴基斯坦去卖，那你一点皮条也没有，你也一点没办法，因为你如果说没有这种实力，你只是条约上面，那他们不遵守就不遵守。那这次我觉得巴基斯坦能够卖给利比亚这个枭龙战机，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代表枭龙战机哈，它在这个印巴空战之中，虽然说印巴空战并没有枭龙17，那是歼10C。可是它整个作战体系大概是一致的，所以有获得很好的口碑。我想也因为这样，利比亚才愿意跟他采购。那这款战机来讲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制空作战，也可以对地来做攻击。它总共起飞重量可以到13.5公吨那么重，可以携带的武器总共有3.7公吨那么多哈。然后飞行的速度可以到1.6马赫。当然它总共有7个挂架哈，7个挂架当然可以携带的，包括空导弹以及空对地的导弹哈。那我想说，对于利比亚来讲，当然是非常重要。当然这也代表说是不要讲说中国啦，我们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以前武器输出国家大概美国或北约的这些国家才有能力做到武器输出哈。那其实来讲，就是中国大陆跟苏联哈、俄罗斯有这能力做武器输出。那现在如果连巴基斯坦都可以做武器输出，我觉得这对全世界来讲是一大转捩点的开始。就连巴基斯坦，它从中国那边获得的技术的这种枭龙战机。都可以做到出口，那可见的以后来讲的话，对于中国大陆以后他们军用品的出口，那我想说更是一大利多。是，好，这个中巴的合作呢，其实不只是一起要造飞机啊，还有更大背后的一些未来的考量。我们来看到，根据美国陆军这个最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的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呢，就指出解放军正在积极考虑要增加海外的军事基地了。那么这个中巴都称铁感情啊，绝对是大陆考虑建立基地的首选之一啊。另外很多地方也都被列入了这个名单，包括了安哥拉、孟加拉、缅甸、古巴等等一大堆哦。可以包括它的选址，不管是民族性还是政治差异性，其实都蛮巨大的。那特别是解放军希望建立这个军事访问马六甲海峡，还有荷姆兹海峡通往非洲、中东的海上交通线啊。所以这个共军期待打通任督二脉，那么巴基斯坦可以作为其中一个关键的穴位吗？刚才我们跟委员在稍早也谈到，就你认为现在解放军还欠缺了全球投射兵力，因为飞机要停要加油，航母要停靠，但他现在要开始部署更多海外基地，巴基斯坦是一个好选择吗？
巴基斯坦非常靠近荷姆兹海峡，波斯湾，这当然是一个天然的好地点了。但是它跟它的瓜达尔港的建设是有关系的。那瓜达尔港的整体的建设还在进行中，因为要做一个补给港比较简单啊，比如说在这个柬埔寨的云南港很容易作为补给港，要给军事港口要有战斗能力。那就是一个大工程了啊！你各种装备啊、各种设备啊、武器弹药啊，都要很齐备啊，不是说我随便找个什么安哥啊什么东西就可以做出来，而且意义也不大，就是你的战略的这个区块位置，对，是要做什么用的？那你比如说你波斯湾对中国石油进口是有重大利益的，船怕被人家扣押等等的，那所以你在这个有意义啊，比如说还有中国的商船。怕被海盗拦截，在索马利亚附近的吉布地，那有意义。好，那可是就马六甲海峡的话，中国还要跟缅甸还要再商量一下，因为最靠近马六甲海峡就是缅甸，然后缅甸呢在靠近安达曼群岛的北边有几个小岛，中国已经买下来了，不是买下，租下来了。然后未来会不会开发成军事港口，现在还不清楚哈。但是因为那个安达曼海靠近安达曼群岛的北部那几个小岛中国是租下来了，但是安达曼岛本身是印度控制的，所以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战略的考虑啦。那如果是用缅甸本土的话，那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可是中国现在可能也不急啊，因为它航空母舰都还在训练，还在运转要跑到印度洋，所以印度洋对中国是很重要的。没错。那因为涉及到红海、苏伊士运河等等。那你说非洲呢？非洲基本上就是基于它中国大陆在非洲的矿产很多嘛，所以可能安哥拉很多是有考虑。那至于它这个美国报告说到古巴，不至于啦。哎呀，古巴是美国这么近，他不会让你过去的。这个有点夸张，对，有点夸张哈。好，对啊。好，那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巴基斯坦的海军参谋长这个纳维尔·阿什拉夫他就表示呢，中巴的合作其实是方方面面，不止刚刚看到的枭龙飞机他们还合作一个叫做汉国尔级的潜舰。预计明年呢就要正式在巴基斯坦海军服役了。这艘潜舰的原型是谁啊？就是解放军的093B 潜舰是原型生产。那巴基斯坦也是付了50亿美元，以下采购8艘，前4艘中国负责建造，后4艘就开始要交接给巴基斯坦方面来组装，也算是一个技术有点转移的部分啊。此外，中国也为巴基斯坦海军打造了这个054AP 型的护卫舰，然后在海军服役，获得了参谋长是高度评价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军武科技从海到空都帮助巴基斯坦，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上。那针对谁呢？我相信最大的苦主就是印度所以看到巴基斯坦这样一直不断的跟中国武器合作变得越来越强，印度的心理面积现在应该很大了，老师。印度当然有压力因为印度现在它同时得罪东西两边的2个国家，一个是孟加拉国，是现在的关系也很紧张；另外一个那当然就是巴基斯坦，长久的敌人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的这种铁杆子兄弟的这种关系很深了。你也看到了这个歼10C的辉煌的战果那现在093B 这个核动力潜舰它攻击性很强的，而且也是中国大陆目前他们在使用的一个主力的那个攻击型的战舰之一另外054这个导弹护卫舰也是中国大陆目前还在使用的。前段时间穿越公国海峡也就是054有的时候中国大陆的航母它会搭配055跟052，对，有的时候它是搭配055或者是054，或者是有时候就是055、0542艘，然后一个补给舰，那么去穿越大隅海峡，所以它是大陆攻击能力很强的。应该是64垂发我记得好像是64垂发，我记得应该是的可能还要再查一下。是，它是一个也是大陆所使用的主战的护卫舰，所以它的这个灵活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一个战舰提供给这个巴基斯坦，而且协助它建造，这个意味着也就是说强化了巴基斯坦海军、空军跟潜舰的一种作战的制造能量当然会牵制印度了。印度当然哇哇叫了印度目前来讲，它的获得的来源
除了就是过去陆军的武器很多是从英国买的，然后他的海军的武器跟空军的武器是从俄罗斯买的。那现在他一直想打通跟美国购买这个战机，但是美国的这个情况都并不顺利的情形下，印度更想是自己制造，但是印度在自己制造战舰、潜舰、战机这个部分，甚至连航母都不顺利。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军火上面来做一个中美之间的比拼。今天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一回美国是真的怕了吗？解放军它的100枚洲际飞弹已经就位了，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包括了东风31AG 的核王牌亮剑，另外也会关心2027台海冲突击溃美军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一个深度的分析。各位观众，这不是解放军自己喊话，而是特别来自于路透社引述五角大厦他自己内部评估报告草案，承认目前中国大陆用全球最快的速度已经补完核威慑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了。什么意思呢？白纸黑字，我们看到上面是怎么样写的。这边特别提到了路透社说呢，已经新部署了在蒙古边境的3个基地，这边部署了超过100枚的新式东风31型的洲际弹道飞弹。那么东风31它又另外具备的这个称号叫做解放军的核武王牌，它的一些基本小档案带观众朋友快速的来看一下。射程现在是达到了12000公里左右，是覆盖可以达到美国的全境的，具有核威慑的能力，可以携带多枚分导核弹头，弹道可以进行不管是曲线或者是蛇形的机动，而且末端还可以变轨。重点是它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高达20到30马赫。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超过100枚的洲际弹道飞弹的部署位置，为什么会选在蒙古边境的这个地区？这是专门为美国量身打造的一个核威慑、核攻击吗？接下来从东风31AG 的性能来看，美国有办法坐在空中的拦阻吗？舰长怎么看？假如我们国家拥有一个能够把整个国家给摧毁的那种核弹，这个一爆炸就会把整个国家摧毁的，你会放在哪里？你第一个会想的就是说，我要放在一个人很少的地方。哇，我摆在北京那还得了？他出事怎么办？我如果摆在北京，敌人要反制他，是不是第一个朝北京打？那还没打到他北京那里都被打死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第二个，你一个核弹在这里，不管怎么样装，怎么样弄，你知道它都有一些可能意外状况发生的。你别以为都很安全，你也要想到意外，所以你永远要把它往人口最少的地方摆。那这个人口最少地方就是在整个大陆你去看啊，就是蒙古。为什么？蒙古的土地是台湾的33倍大，人口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那你说，你只有33倍，你别忘了台湾有80%的是大概中央山脉，所以台湾人口非常密集在边缘，但人口它几乎都是沙漠、草原，这是一个。而且你看它这3个，它有3个基地在那里，不是沙漠就是草原，那就牵扯到第二个。你这个基地要建在哪里啊？你绝对不能建一个就是说很复杂的地形，好比说建在西藏，那里高度3000公尺、4000公尺，那工人光是缺氧就死掉了。所以你在那里要一个平地是最理想的，沙漠、草原都是最理想的。那在那里你也可以建很多的，因为空旷嘛，你就可以建很多的诱饵井。好比说这里面有300个井，那我问你哪几个是真的装了，哪几个是假的？你能够确定吗？所以他在那里，他可以挖底下的是四通八达的，哪里有哪里没有，他也可能会知道的。还有第3个你要考量的就是它的战略纵深。如果你摆在沿海，好比说这个山东这里，我先不要管人多人少，我就算山东那里有一个地方，好比说这个广东那里有个地方人很少，你贴在海，人家海边就可以攻击你。对，所以我希望要有一个纵深，我就尽量往里拉。那你从岸边打我嘛，你一定要。这个导弹这样打过来，我很远就看到你过来了，所以我会有很长的反应时间，这就叫战略纵深。所以你去看到它所有摆的地方，经过所有的考虑之后，内蒙古的西侧靠近新疆这里啊，那是最理想的地方。至于你说这些东西摆是不是针对美国，当然是针对美国。你不要忘了摆在那里，它那里还蛮靠近苏俄的，但是苏俄会不会怕？这东西一打就哇，飞了好久才飞到的。所以。跟苏俄无关，所以对苏俄有没有一点刺激性？有，但是是很低的。
重点还是干飞到那么远，还是针对美国。最后一个就是它的速度，终端速度可以到20到30马赫哦，就是说所有的导弹它最后的速度多快哦，跟它打多远是息息相关的哦。我今天如果说一个导弹打到太空落下来是一个近程的，好比说是3000公里，它落下来的速度可能是6马赫、8马赫，因为它就是一个弹道嘛，这个抛物线的。那我如果打到美国12000、15000公里，我天哪，打这么高，然后在这么高的一点一路落下来，落到最后是20-30马赫，20-30马赫的导弹哦，因为它弹头太热了，它会产生一个叫等离子云。什么叫等离子云？就是它这个结构上都是一个一个叫做原子壳外面有电子，因为太热，那个电子会跑掉。我说变成游离，它就叫等离子云。一旦造成了等离子云，就是这个物理上的叫做黑障。所有的电磁波你都通不过它。是。这个时候就你用雷达去看不到它。那你看不到它，你怎么可能打到它？你还要去导引。但是它有一个东西，因为它很热，所以如果你用红外线的镜头去看它，是肯定可以看得到的。但是红外线的镜头它有不同的波段，某一个波段可以看到很模糊的这个热点这样子过来，它可以大概这样子去追踪它，这是唯一有可能克服它的。但是即使如此，一个100公里高度的导弹掉下来，如果是以20马赫，我不要30，20马赫它打到地面时间是15秒，你怎么去防它？是你根本反应都来不及。所以最后完毕之后，就是说你想要去防这一型的导弹这样子，约打这个上万公里的，那是在实际的物理上有很多的极限，它是非常困难的。好，这个是美军之所以要担心的部分，这是高达20到30马赫的东风31AG，但是这个还只是美军他知道的，这背后解放军现在说还有底牌，根本就还没有翻完。我们接下来要看到另外2款飞弹，第一个是东风41，第二个是今年在93阅兵，大家还记得吗？亮相的这个东风61。我们先来看到 CG 哦，东风41它的射程是15000公里，可以携带10到12枚的分导式弹头，最高速度26马赫。又更高了。好，就另外就是在93阅兵亮相的这个东风61了，它的射程更是超过了2万公里，具有3级固体燃料，15到20分钟可以完成发射，达到数百枚的诱饵弹跟电子干扰装置等等。好，我们把这个东风41加上东风61加上近期曝光的这个御空级1000，美军有办法预测未来大陆会怎么样做合作战吗？以现在美国看到的只是中国大陆淘汰后的版本吗？代表背后还有更多的武器还没秀出来吗？尚志哥怎么看？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关于这个核弹能力，而且这里头也开始回溯起去年2024年9月的时候，中国大陆发射试射的这个东风31AG 的那次导弹。我想去年9月发射之后很奇怪，包括美国全世界都静悄悄的，仿佛也不做评论，也不做任何的，然后折腾了这么久，已经将近快1年后才开始最近这么大爆发的讨论。当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大陆的军备或包括他们的攻击，刚刚一个是武射，一个部分是防御，军备或者是军力的各种武器，中国自己从来没有自己的公布详细的盘点给大家听。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一切，包括它的核弹相关的，以及它的这个所谓的弹道飞弹，因为核弹头或弹道飞弹本身都是海外，尤其美国方面为主的这样子的这些点评。那么最近在讨论，直接在讨论中国的核能力、核打击力。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在所谓的中美的大国现在 G2 的政治、外交、经贸各方面的氛围当中，仿佛要一起合作。美国有点退让，可是，在军事方面感觉起来还是施加压力。军事方面还是要凸显中国威胁论这个部分主张，在整个美国的军事思路里头，并没有受到国际外交、经贸这个东西或关税有任何的部分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听到的，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而且，之所以把中国威胁讲得这么厉害，直指他们的核能力。当然也要拉抬自己，知道最近其实美军方面要预算，要很多的军事，从战略战术到整正的最新武器的开发，都需要钱哈。威胁讲得很大，他们要很多的钱。当然我们可以看了，最近来讲都可以看到，所有在盘点以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对阵，陆海空火箭各方面来讲都有各自的对阵，但是蛮有意思的，现在就在盘点中国的核武器这件事情。核武器这件事情的部分，那确实还是比较微妙。当然，我们知道核武器的概念一定要了解，首先是核弹头。
我们讲去年9月东风的这个东风3号，它可以带4到6个弹头。所以目前弹头都知道美国还是遥遥领先的，只不过今年有关瑞典一个智库的最新统计，在今年年中的时候，认为美国部分手上大概是5100多枚，那么有人说俄罗斯3000多枚，也有人说俄罗斯5400多枚更多。那这个部分大家掌握的数字，但中国当然现在公认大概600枚，只不过中国成长最快，每年可以生产出100多枚，而且这是保守的估计。那在这个数量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还有很高的比重，就是现在很关切的，可是中国的弹道导弹能力，东风系列这一些，恐怕还是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来讲，可能还没有看到，但是现在都已经在，特别是今年93的阅兵之后，看到公布的以及大家盘点到的所有的这些具有核打击能力的部分，中国大陆有些不一样。首先，过去是弹道他们的部分的攻击的弹道会改变，这就可以突破过去美国对于防止核弹传统的防御性，它可以打破哈。此外的话，现在部分中国大陆核导弹可以飞到外太空，再来打击多弹头的打击。那么中国还有另外，它有缩小性的、机动移动性的，以及甚至可以挂在滑翔系统，而不是传统过去飞机发射的这样子的系统。所以这些新的战术发射核弹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说，就得要全面的部分来面对。但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目前中国大陆究竟有关于东风飞弹到底发展到哪一个部分的程度，其实都知道。现在看到的不可能是现在是最厉害的，下一代、下一代研发，对于中国武器研发来说，早就是这样子。所以，美国如果要真正掌握，恐怕要花一些时间。好，这边是五角大厦特别透露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威胁论哦，不管是核打击能力，或者是针对这些极音速飞弹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这一次五角大厦它在这一份文件里面也释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它把时间点就定在2027年。它抛出了一句话，也震撼了全球。他说，中国大陆预计在2027年底就具备了在台海冲突当中可以开战，再加上取胜的能力。重点是，他还说了。大陆具备对1500到2000海里外的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能力。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其实已经是可以打到不管是美国的关岛第2岛链，甚至是美军的前进基地体系了。这一份报告。是有高估吗？还是低估？谢大使怎么看？那刚刚说的1500到2000海里的打击能力，只是对美军的一个干扰，还是说它已经可以构成致命的打击能力？大使怎么看？因为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报告里面，它用的打击能力啊，它还加了3个字，叫大规模打击能力。所以这个就不可小觑哈。如果说是印度的飞弹，我可以打到你，可是我的飞弹很小啊，对不对？我是轻型飞弹啊，那这个就不是造成大规模打击能力。事实上，你的炮弹跟飞弹跟炮弹一样，它装载的弹头蛮重要的。对，那你的弹头是多少吨啊？那或者它的这个破坏力有多少，也是很重要。还有你弹头的数目。那这个大规模打击能力，我觉得对美军来讲的话，用到大规模哈，我想就是可以产生一个怎么样，一个区域剧组的能力。我想中国大陆现在发展这么大的一个打击的远距的打击能力哈，主要是要拒敌于境外嘛，然后呢，要把一个地方完全封锁，可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完全进行这个外科手术的这种军事能力。可是第一个要让这个外军没有办法进来。那现在美国讲这个国务院讲的这个五大大厦讲的是，我们算1500到2000海里啊，算公里大概就是2800公里到3700公里。其实这个是属于中程导弹的一个范围。那这个算距离的话，那关岛啊，这个是在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因为关岛距离中国大陆大概陆基的这个陆地的距离大概是2500公里，所以这个从2800公里算起，其实就是从关岛到再往第3岛链去延伸。所以呢，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对第2岛链可以完全拒止。那么它如果说把它的拒止链再往前面推，可以推到3700公里的话，那就是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了。所以美国，我想他也会他会评估他的那个战力跟他这个因应的战术跟战略啦。那这里面中国大陆打击能力，其实我们不需要很明确指出哪一些
哪些载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比如说啊，你055大区，你停到第一岛链，好不好？那你上面的很多武器，事实上，你比如说是有这个鹰击21，这是舰对舰的啊，那基本上它就可以打到1500到2000公里了。所以这一类武器它就可以产生距离。另外，它的整个航母它可以放到这个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或者接近第二岛链。那航母的战斗范围的话，那有时候是起码1000公里以上吧。它不要说它的舰载机了，它放护卫舰，它上面的这些垂发所有的这种远距离攻击武器，那更不要说中国大陆还有陆基的，陆基的东风这各型的导弹要打到说3700公里也是轻而易举。所以中国大陆对这种区域进行拒止，它除了它自己的海面部队、水面部队、水下部队，还有陆基的导弹，另外它还有这些轰炸机，还有这种比较远程的可以做这个空中加油的这种重型战斗机啊，或者这种攻击的这种空中的武力。所以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报告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是中国大陆具备这样子的能力。中美之间的这一场军事之争，我们特别要来关心到的是6代机，尤其是大陆的6代机，这个歼36-2号机这一次大改款，被视为是一个急速的进化，力拼2031年要成军。那么中国的6代机能不能横甩美国4年以上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个是最新消息，美军这一次恐怕真的是要紧张了，因为呢，大陆的第2架它的歼36原型机最新的影像再度的曝光了，大家看到说上面这一次不再只是一个小修小改而已，而是一个比较具有结构等级的大改款，所以被外媒这样子做评论，他认为是明显的它的进度远远的超出预期了。今天有3个关键他们大升级的点，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等一下会请将军，因为是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名词，等一下请将军带我们来看。升级的地方包括它的进气道，这是第一个。第2个事情是它的发动机的喷管也是大升级了，它可以在高空低速失速的状态下维持它的机动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它的试飞也变得更快更好了，1年内至少2架原型机，并且说已经进入到工程的验证加上结构筛选的一个最新阶段了。这是有关于这个歼36的进度，6代机。另一方面，美国呢，它的6代机 F-47，我们来看到虽然喊说2028年会做首飞，但是现在看起来完整的外形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所以呢，专家是这样评论，认为说中美之间战机的世代差距现在已经逐渐正式的被打开来了。歼36第2架原型机外形确实是跟第1架还是差很大的，所以我们会认为解读会不会像是过去歼35那样走1机2型？那么量产前后的整体调整跟未来的战力，将军怎么评估？我认为它有一些改版，它第1架出来的时候经过试飞验证，它可能在气动力这一方面，还有推力这些方面呢，是有一些问题，然后来做调整。所以你看它的发动机的喷口，它已经让它凸出来，为什么？让它的推力，让它喷出来的气流更顺畅，那更有推力，更产生推力。所以这个时候，它把这个后面的发动机变成绞型发动机，让它推出来一点点。它是这个样，然后进气道呢？进气道它让的气流能够平顺呢，它把它做了一个设计的更流线，让它进气的时候更能够吸更多的气，然后进入燃烧室，然后燃烧喷出去。所以它这个在推力优化，它做了这个。我们讲到它推力这方面跟飞机的航程还有最大的速度是有关的。第2个，我们来看，因为歼36啊，它没有垂直岸地面。我们看了美国 F-22，美国的 F-35。都有，中国大陆的歼20也有，中国大陆的歼35也有，但是歼36没有。你看它是没有垂直岸地面，没有垂直岸地面在空中会飞行的时候会有偏侧滑的现象。那侧滑的现象呢，我们有一个 damper， 那个叫做辅助器，会帮你做校正。它那个电脑换算非常的快哦，大概每1秒钟就大概换算100万次，给你做调整。它的动哦，让你看不出来，但是问题让飞机能够平顺。但是问题是可能。它在试飞阶段可能有偏侧的现象，那有偏侧现象怎么办？把这个我们知道了，它的垂直岸地面放在2个翼间，
左翼肩跟右翼肩，你看它凸出来了，是它让它不会有在高速状况下不会有偏侧现象。你看那个飞机里面那个针球仪它不会摆动，不然飞机的话就是很稳定，这样稳定。因为摆动的状况之下，因为电脑换算还是再少还是有毫秒、微秒的时差，还是会偏侧。那经过这个在翼尖的这个垂直安地面的辅助机制稳定了，因为它把它抓准了。那又没有垂直安地面，又有这个垂直安地面的功能，我认为这是它加大的设计，是这样。那最后一个，我认为它的是让它的这个整个的机型尤其是机翼把它优化，优化变成气动力最佳化。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歼36，它将来的如果要生产量产的话，它经过这2次，这第2架也是原型机，原型机一定做测试，不是量产机，量产机还没开始。那量产机完毕之后才开始要训练，才能够完成 IOC 初级作战阶段。初级阶段的时候，经过种子教官培训出来更多的飞行员之后，才能变成达到 FOC， 变成全作战阶段。这个就表示这个成军了，可以列入作战序列了。所以它这有这个等次。那现在的只进入这个第2架的我们讲的测试的原型机，量产机还没有开始。所以中国大陆它是稳扎稳打，它不要冒进。太稳当。那我认为歼36这个大量推出来之后，可能就要关掉歼11B， 它就不生产了。歼11，那你要关掉个生产线了，歼11B 它不生产了，因为歼10C 还要外销，但是歼11B 它可能就不要。那来把这些所有的生产线来做歼36，所以这第6的战机可能在2-3年后就会形成作战的能力。好，2-3年后形成作战的能力。那我们来做假设，一旦真的成军，接下来对于第1岛链的冲击到底有多大？请教杨老师。那另外就是也跟美国来做一个相比，因为现在外媒也推估美国的6代机落后大陆3到4年。2个问题，老师怎么看？美国人自己推测2028年6代机可以这个成型量产，现在看起来是倒过来，是中国大陆的2款6代机，说不定在28年能够量产。美国到目前为止，它的6代机还真的连楼梯响都还没有听见。我们看到原先的设计图推动了一阵子之后，又打掉重来。不过，川普还是坚持要做 F-47，因为他是第47任总统。可是两边的6代机的相比较，我觉得这还要时间去验证。那但是呢，美国的6代机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它没有跟别的国家的合作，所以到后来它如果要出售，或者是跟别的国家的合作，看起来不是这个方向。因此它做好之后，你现在如果讲到第1岛链，它会不会卖给日本、卖给韩国，像 F-35或 F-35B 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而日本、韩国愿不愿意去买这个美国拖延了这么久而成效有限的6代机，那去跟谁打？我觉得日本、韩国可能也不这么愿意。可是，在中国大陆这边，你看到整个从5代机、6代机在这个区域战区的数量上，以及作战的这个效能上，就很清楚。像上次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凌晨2点钟开记者会，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是雷达照射。那是呢，歼15跟 F-15这2款机就差别很大了。那歼15这个 F-15小泉，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主持人拿那个手套，他大概只能拿那个手套，看着手套说要冷静，要冷静，不然我会被打。他其实是非常不冷静的，那手套大概都撕了。所以呢，你这个飞机的差别就代表着你这个战争的胜负嘛。你现代的武器、现代的军事就是如此。如果中国大陆在有6代机2款6代机如果都能够量产，而去支援在这个区域的5代机跟这个4代机、4.5代机的这个作战的时候呢，那对于区域的拒止能力更会加强，以及在区域的制空能力上绝对会主导。而美国这个时候呢，6代机可能还在工厂里面设计，还是在制造之中，不知道。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持续来看到这个，我们刚刚比的是战机嘛，那我们现在也不只是比说这个战机的性能跟它的设计，也来比整体的这个工业体系。今天关心的2个公司，第一个是沈飞，第2个是成飞也动起来。沈飞，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2022年他们打造的这个航天城
的部分之外，2024年他们更是正式的进军在低空经济。那陈飞呢？陈飞则是一天征地200多亩，说要打造空天装配基地，作战机也要做衔接航天、货运航天飞机的浩龙计划。汉庭怎么看接下来对于歼36多大的这个研发跟量产的优势？美军还在画大饼，中国已经试新机，6代战机谁争锋？东方巨龙已腾云。那到底大陆强不强？我们要听美国人怎么讲。好，那当然了，美方他可能会刻意的放大啊，来凸显美国自己要更加的努力。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前司令马克·凯利将军，还有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多次在听证会和内部报告当中都说，美军现在落后中国大陆，而且有3个扎心的现象。第一呢是进度恐慌，因为大陆已经先做出来了，我们的还在研究阶段。大陆在第6代的战机研发上按部就班，甚至在某些子系统的迭代超过了美国。所以美军内部报告警告，如果呢下一代的航空权项目再因为经费而延迟，2030年天空的主人就姓钟而不姓美了。而第二个是成本的恐慌，因为在美军制造的第6代战机单价就要3亿美元，哇，这是在打造黄金吧？那中国大陆呢？虽然价格没有公布，但可想而知，经由工业化跟体系化的量产，一定成本是比美国还要来得更加的低廉。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最大的优势，就不论发明什么东西，最后都有机会变成白菜价。而再来第3个是技术迷航。就当美国还在搞优化，中国大陆已经在搞重构了。美国的空军参谋他说要暂时暂停，并且重新评估 NGAD 次世代制空权的项目。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本来美国自己研究啊，他们想象的6代机长什么样，结果发现呢，中国大陆想的六代机，而且呢发明出来的东西比他们想的更好。这个表示大陆在6代机的制定标准上抢占了话语权。而且呢，提到了陈飞跟沈飞的大动作，这才是让美国人更害怕的地方，代表中国大陆军工已经进入了完整的体系化跟集群化的战斗模式。首先，空天一体，陈飞呢要搞航天城，不仅是做战机啊，连货运太空梭浩龙都一起做。这表示未来的歼36可能不止在平流层飞，它随时可以跟外太空的卫星、轨道器进行降维连线。甚至呢，产能我们说几百亩地砸下去，这个不是为了种菜，这是为了要自动化的装配线。所以美国现在造一架飞机，感觉像是在绣花，慢工出细活啊，因为它确实慢。但是中国大陆未来造飞机，就很可能呢是在印钞票，一旦成型，就是铺天盖地的数量优势。所以大饼画得再圆，也飞不上蓝天；PPT 做得再美，也挡不住歼36的闪电。好，接下来关心在中美之间的科技战，这个太空方面，难道现在也是擦枪走火了吗？这次亲自点火的人是马斯克。我们来看到的是 SpaceX 旗下他的星链工程的副总裁，在这个此刻突然间出来指控中国大陆。在12月9号这天，他说呢，大陆你发射了这种民用的卫星，而且你在发射之前没有跟我们的卫星做协调，所以导致呢，你们的民用卫星极为靠近美国方面的这个星链卫星系统，最近距离他形容甚至只有200公尺，他认为这个叫做死亡距离，随时可能变成碎片的一个死亡距离。那这一次 SpaceX 特别点名到的大陆的公司，其实就是这一间，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科宇航这间公司哦。那它是由利剑1号火箭呢，当时它一次是发射了大概有送上了9颗的卫星，其中特别关注到这1枚的卫星跟星链卫星当时是擦肩而过的，在560公里的轨道高度跟星链卫星擦肩而过。好，这是来自于美方对中国大陆的指控。当然了，大陆听到这样的指控之后，他也回呛了回去。对于美方，他说呢，你过去还不是一样，星链曾经多次的接近大陆的空间站，那么对我们的航天员的生命也构成了威胁。他还认为说，美国还是应该是你在碰瓷才对吧？针对这一起事件到底怎么回事，委员怎么看？就很显然的，这个 SpaceX 包含 Elon Musk，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是刻意的大做文章了哦。那么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太空虽然很大，但是也没大到可以摆这么多东西在里头。现在我们的太空其实已经很拥挤了，就大家以为现在太空最多的是卫星吗？不是，
太空现在最多的是太空垃圾、太空碎片，最多哦，数量远远超过卫星。那你回过头来看，太空已经相当拥挤的情况之下 ，SpaceX 它当时的计划是什么？它计划要射上去12000颗卫星，做它的星链计划，然后从12000颗，最后要拓展到42000颗。现在已经射上去大概将近7、8千颗了。所以太空不是马斯克开的，好吗？就是说，不是说你射上去的时候，太空都是你的了哦。那么别人要射上去的时候，在这么拥挤的情况之下，当然难免会发生这种状况。就像中国大陆说的，先前他那么靠近天宫太空站的时候，中国大陆也没有跳起来这个批判他，他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大惊小怪。更何况中科宇航后来有发表过说明，他说他们发射的时候，他们当然有看过这个空间是不是可以顺利的把它射上去哦，就是大概他们叫做有个窗口哦，就你射上去的一个窗口，那么你才能够让你的卫星射上去。那么这个 Elon Musk 或者是 SpaceX 现在抱怨的是这个卫星已经射上去了，所以其实根本就不干中科宇航的事情。如果说那个它那个火箭经过了你的这个星链，你还说得通，人家已经把火箭射上去，把那个卫星都已经布在这个轨道上了。那在卫星的运动过程当中，跟你就算接近一点，那又怎样呢？我说过太空很挤就是说凭什么你这个星链就可以摆在那里先占地为王，人家就不能经过你旁边？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星链的这个卫星的设计其实是它有一个很奇怪的操作模式因为它的这个轨道会逐渐的越来越接近地球，所以呢它3不5时呢它就要调整。所以呢，大家不要以为说星链的卫星射上去之后，它在那个轨道上就这样乖乖的转，不是它3不5时它要动态的调整一下。所以在你动态调整的过程当中，人家的卫星怎么知道你这颗卫星要不要调整呢？所以我要讲的问题就是说，未来这种情况在太空当中一定还有很多。星链现在不过8000颗，它就已经在这边跳脚了。等你真的射上42000颗的时候，又不是只有你会射，别人也会射啊。那整个太空都是卫星、太空垃圾、太空碎片的时候，那么到底是谁的责任，都很难讲了。好，确实在这一场意外冲突发生的之际，我们来看到，所以中科宇航这一间企业现在也被大家拿来做讨论，特别是因为这是中国大陆政府非常重视的一间企业。它是谁呢？我们稍微关注一下，它其实成立在2018年，第2大股东就是中国大陆科学院。那它当时呢，也为中国打造了第一个商业用途的一个发射台。这一次它特别有一个厉害的技术，就是被点名的是它的利剑1号，今年完成了1箭7星的任务。导播来带我们看一下它具体有哪一些硬实力。好，画面上一点一点的，这非常多，因为比较复杂一点，我把它列出来，包括了多星堆叠适配器等等。好，重点来了，它的这个性能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就是来看到第一个，每公斤发射成本可以压到$10,000以下；第二个是未来单次的发射也可以超过达到了50颗的卫星，1箭7星。我们要来看它背后到底克服了哪一些的技术难关。刚刚说了嘛，未来单次发射可以高达50颗的卫星，这样可以改变整个商用市场，重新改写嘛？将军怎么看？未来当然所谓低空轨道的经济是现在各国有太空能力的人都在争取，因为在太空中的卫星它可以做很多工作，除了军事上的任务之外其实在商业上面来讲，比如说气象通讯卫星或者是通讯类的，或者是网络类，甚至于科研方面有很多项。所以这是中国发射上去的卫星里面9颗里面有6颗是中国自己的卫星，另外有3颗是别的国家委托它来发射的。包括我们台湾有时候也会委托别的太空公司来帮我们发射卫星，比如说我们的福卫这个太空卫星也是委托别的国家来发射嘛所以未来太空之中卫星确实是很庞大一笔商机，但是这卫星发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如果说一支火箭来讲，一次上去只能发射1颗，那你去看以马斯克现在来讲，他已经上去了大概所谓3400颗卫星这个2025年甚至已经到13000颗那么多，那你是不是要发射
13000枚火箭才可以达到这种数量。当然，如果说是一次可以上去10颗来讲的话，当然就可以发射1300次，就可以达到这个部署这么多的卫星。那中国来讲，它当然要设法我减少降低我的成本。既然是商业的行为，我当然要考量到我的成本要多少，我当然要考量我的成本能够降低。所以这些卫星发射你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吗？就是这个卫星发射以后，它到达低空，因为你越高，你要用的火箭的燃料会越多，所以它大概到太空以后它就这支火箭就回来了，然后里面这些卫星自己就会升到它自己所望的高度去。它用什么方式？用电的力量将它升到它所望的轨道那个位置所以这颗火箭它已经回来48小时了。那你到底说你美国的卫星在经过是谁的错？那一定是美国的错嘛，这毋庸置疑的。那为了降低成本，当然大家就各自想办法。美国的猎鹰9号，它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回收这火箭发射上去以后，我回收回来，我下次还可以再发射再用那中国用了什么？就是这个用是不是用比较大型的火箭？中国现在也在研究了，是不是可以让这个火箭可以回收？但是目前最近的一次实验好像失败了，没有成功。可是以后来讲继续努力，所以一次发射可以带越多卫星，当然我成本越低。那我想中国你要发射越多，当然你的火箭体积要更大，载重要更重。所以我们看到，包括美国马斯克的猎鹰9号，它越做越大，然后发射数量越多，而且能够降低成本。所以我认为这次这个发生这种意外，你必须，我认为责任在猎鹰公司了，因为人家已经上去48个小时，你在经过，那么多的卫星，以后怎么避免碰撞呢？地面上面避免碰撞就用红绿灯嘛，对不对？车子互相装红绿灯，那太空之中飞机互相避免碰撞，发生碰撞危机是用什么？用航管那当然以后太空之中这些卫星是不是也要有类似这种机制？我觉得必然会要做到的。各个国家在太空的卫星，你要升轨或降轨然后一定要有一个管制的措施，不然的话，万一发生碰撞，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如果撞到太空站，当然会对太空人造成生命的危害。那撞到卫星来讲的话，也对整个成本消耗会很大。所以是不是要研究将来有一个太空的航管的一个机制在运行？好，我们现在看到目前这个是在中科宇航他们的目标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要降低它的卫星发射的成本，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它现在另外还宣布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它要投入在太空旅游上面，而且还要把这个太空旅游，第二个要让它完全的商用化。它计划2028年就可以正式载人太空边缘的旅游，那2027年2年后，它预估就可以立刻展示首次的飞行规格，它更是列出来说。它要类似 SpaceX， 我们也看到它的规格请导播帮我们看到 CG 列出来。他也说呢，每一次7名乘客飞行10分钟，穿越100公里卡门线，体验3分钟，价格门票是200到300万元人民币。干哥怎么看？好，我跟你讲，这个是大胆的计划，中科宇航。但是我跟你讲，它跟马斯克不一样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是国家的股份在里面，所以我认为他说明年开始要太空飞机要升空，然后后年开始载人了。为什么？针对富豪卖票了。我告诉各位，这个它的前驱叫做维珍航空，大家知道吗？维珍航空的太空飞机，它是因为是英国富豪布兰森，他在10几年前就已经，他现在已经卖了800张票了。他一张票是大概25万美金，后来比较贵，变50万美金了。那他现在中科宇航是准备明年就开始卖票了。